假如你现在有10万块人民币，怎么能让它赚出你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呢？有人说10万离100万太远了，但是在我看来，这笔钱的意义呢，不在于绝对数字，而在于它能不能成为你财富系统的启动资金。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10万块到100万，不靠运气，怎么靠系统构建？很多人一听到10万变100万，脑子里马上就会浮现炒股喽，买比特币喽。这些呢，也不能说绝对就是错，但那些都属于高风险投机，而不是财富的积累。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新的定义：第一桶金不能靠赌出来，而是靠可复制的资产增长模型长出来。也就是说，你要用10万块，不是去赌哪一波行情，而是要让你的10万块成为更大资本世界的门票。任何财富的增长本质上都是一个公式，就是中值等于本金乘以1加上年化收益率的年数次方，再乘以杠杆。我们带入一个现实的场景如果你能做到年化收益8%的话，那从10万块变成100万需要30年。如果你能做到年化15%的话呢，需要17年。而如果你能在前期叠加一部分主动收入杠杆，比如说持续增加储蓄啦、兼职啦、副业现金流那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0年之内。所以呢，我说10万块变成100万，不是靠某一次暴富的投资，而是靠系统性的时间和复利的策略。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第一步你需要建立免焦虑的资本。你的第一笔目标不是赚100万，而是要让自己不怕没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就意味着你要先做2件事儿。首先留出6个月的应急基金，这笔钱呢可以投货币基金、短债 ETF、国债逆回购。然后呢，清理掉一切高利息的债务。什么算高利息？我认为超过年化7%的债务都算高利息了。这就是你起点的安全垫。没有安全垫的人是赚不到大钱的，因为他们太容易慌了，心态很容易就崩盘。第二步呢，用复利滚出你的第一个30万。当你有了安全垫之后呢，就进入了复利成长区。你可以把50%的资金投入宽基 ETF， 比如说 A 股美股港股的指数 ETF 组合。30%呢投黄金和债券的 ETF， 稳定获得收益。20%呢留作个人学习成长，提升你的副业创业能力。这部分的意思重点在于让你的钱和你的个人同时成长。在这个阶段呢，你是在买投资的经验加构建自己的投资体系。第三步呢，是从30万滚到100万。这一步你要靠复利加杠杆了。当你的资产达到30万，你会发现一个秘密：复利呢不再是数字游戏，而是资产结构的游戏。你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加入其他类型的投资，比如说房产的首付啦、商业的投资啦、公司的股权啦等等，这些有低杠杆的资产，或者用公司架构、税务优化、现金流再投资，让你资金的周转速度加快。这个阶段你要做到的呢，就是加速你的复利效应。但是为什么对于99%的人来说，10万块永远不能变成100万呢？因为有几个常见的坑。第一，总想一夜致富，结果呢不是亏光就是错过复利，或者呢上当受骗。第二，太焦虑了，3天2头看收益。第三，不复盘不学习。财富的增长从来不是靠单一的信息差，而是靠认知差。第四，赚了钱呢不沉淀系统。很多人赚到第一个30万就马上花掉了，那么就等于你需要一次次反复开始你的系统重建。那普通人做到的10万变100万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下可能的财富路径。举一个现实的案例你有10万块本金，每个月呢还能定投3000元，按年化收益8%来算，10年后你的总资产大概是74万。如果再加上每年收入的提升和红利再投资，12到13年达到100万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现实世界的复利变富。虽然你看不到它在很快的变，但是10年之后呢，所有的差距都来自于初始的这一步。讲到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仔细拆解一下。我们来对比3种人第一种人呢，他只投10万，啥也不增加，10年以后呢，按8%的年化，他大概有21万。第二种人呢，投10万，每个月呢还能增加定投3000元，都按8%的年化算，10年以后呢变成74万了。第三种人不光每个月还能定投3000元，他还能每年多赚5%，达到平均年化13%。那10年之后呢，他就能超过100万。这个账怎么算的呢？复利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代入数字以后呢，是这样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时点投啥有可能比较安全的达到年化收益率8%，甚至13%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的不是具体的投资建议，而是一些配置的基础知识和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存在。但是建立自己的资产配置观点和系统是最重要的。8%到13%的年化收益率不等于某一个具体的投资产品，它不是某一个单一的产品说保证能给到你这个收益，而是一个长期分散投资组合的平均复合收益区间。换句话说呢，这是资产配置带来的整体结果，而不是买某个理财就能达到13%的年化收益。而且大家要知道啊，连续单一年份绝对投资回报都能达到10%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就连巴菲特都没做到。但是我们放长时间线，说10年、20年来看，年化投资回报达到8%到10%以上呢，是有可能做到的。比如说全球的宽基指数、美股标普500指数、港股的恒生指数、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基金等等都做到了。当然了，咱们 A 股的沪深300指数啊，因为过去波动太大，过去20年平均下来呢，大概只有年化7.7%左右。好了，那如果你的配置系统呢，希望达到年化回报8%的稳健线，这种呢，你可以选择长期持有全球的宽基 ETF、沪深300 ETF、美股标普500 ETF、黄金 ETF、债券 ETF 等等。10年下来，平均每年达到7%到8%的年化收益率呢，是完全可能做到的。那么，如果你希望选择年化回报13%的进取型，那么就需要你在稳健的基础上再叠加少量的高成长资产，比如说科技 ETF 啊、AI 板块的 ETF 啊、机器人 ETF 啊等等，或者在估值低的时候呢，加一点杠杆 ETF，长期下来收益区间呢会达到10%到13%。你看呀，按这样的配置方案，大概率你都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资产从10万元户变成100万元户了。那除了靠钱生钱的资本投资，你还需要增加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啊，投资自己的头脑，增加自己的副业收入等等，实现收入增加，再乘以复利投资。比如说，你能够争取自己每年工资上涨5%，定投额也跟着涨5%，那你的复利就开始滚双倍了，人和钱一起成长。所以你看，能决定你能不能变富的不是钱本身，而是系统思维的能力。10万元变成100万这条路啊，不是靠中彩票，也不靠赌概率，而是要靠构建系统加时间加执行力。你可以慢一点，但是一定要选对方向。当你的钱、时间、能力长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滚动的时候，财富增长就不是梦想了。如果你想看到我针对不同阶段资产的跃迁路径，从10万到1000万每个阶段的 ETF 配置逻辑，可以加入我的思想会，我会分享不同阶段的财富跃迁模型图。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